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学历低就活该被嘲笑吗？白鹿登上母校光荣榜，大专学历遭网友嘲讽。在学历为王的时代背景下，人们对于高学历的追求已经达到了痴迷的程度。学历不仅成为就业的敲门砖，更是成为了评判学生优秀与否的标准。尤其是那些生活在聚光灯下的明星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，就连学历背景都会随着走红而被8个抵掉。如果教育背景不够好的话，就会听到很多质疑和否定的声音。对于这种学历上的质疑，白鹿可能是比较有发言权的。他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里面，算是起点比较低的，光是学历方面就常常被人诟病，哪怕是登上了母校的光荣榜，都无法堵住网友的嘴。白鹿登上母校光荣榜，大专学历再被提及，逆袭也堵不住学历质疑声。白鹿算是当红小花了，很多作品都是热播剧，而且还深受观众的喜爱。不过所谓人红是非多，默默无闻的时候没人在意，但红了之后，履历中的任何瑕疵都会被人翻出来。而白鹿的教育经历就是他履历中的瑕疵，尤其是当他的母校将他放在了优秀毕业生风采展示后，他大专学历就再次被人们提及，评论区更是满是质疑声。白鹿并非科班出身，家世背景也很普通，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，从小就对演艺事业有着极高的热情，而他的父母也是比较支持的，在母亲的陪伴下去韩国参加练习生选秀，但无奈落榜。之后他就继续学业，在高考的时候成绩并不理想，考上了一所专科院校，学习的是旅游英语专业，和现在他所从事的工作可谓是南辕北辙。纵然他还是想要走演艺路线，但是他在校期间还是非常认真刻苦的，多次获得校3好学生等荣誉，而且平时也很喜欢阅读和写作，作品也曾在征文大赛中获奖。当然，他心中梦想的火苗并没有因为紧张的学习而熄灭，在实习期间还曾担任过平面模特，毕业后正式进入娱乐圈发展，一路摸爬滚打，母校也是看在眼里的。所以如此优秀的学生就被母校放在了毕业生优秀展上。本来这是一个从大专生逆袭成为当红小花的励志例子，但是网友却嘲讽他学历低、素质低等等，甚至还有人不管3721就给他扣上了绝望的文盲的帽子。粉丝看后都忍不了，坦言学历低就活该被嘲笑吗？难道只看学历而看不到他的努力吗？承认别人优秀很难吗？白鹿的成功是努力的来的，学历高低又如何？优秀的人总是会面对各种流言蜚语，而明星更要面对他人的监督和挑刺。但是笔者想说，难道承认别人优秀就那么难吗？白鹿的成功绝非偶然，不能就因为过往的学历就否定了他的成功吧。或许在学霸扎堆的娱乐圈里面，白鹿的学历是比较低的，但是他却能够从普通的大专生，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获得如今的成就，而且还不是科班出身，岂不是更加证明他的优秀吗？在笔者看来，人无完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，他人又何必揪着不放呢？再者，白鹿从来没有否认过自己的大专学历，在校期间表现还那么好，足以证明他的自律与优秀。至于网上那些质疑和否定的声音，无非就是见不得别人好的眼红罢了，想要通过挑错将明星艺人拉到和自己一样的地位，这样心里就平衡了。其实演艺圈是非常复杂的，而且也是人才辈出。或许白鹿的成功有机缘巧合，但也是他努力的来的。希望那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人能适可而止，多看看他的成绩比什么都强。学历高能力强是大概率，但也并非绝对，人们更应理性看待学历问题。
学生之所以对高学历趋之若鹜，多半都是为了提升个人竞争力。因为在大众甚至是用人单位的眼里，学历高的学生能力更强。尤其是现在学历缩水严重，择优而选的首要标准就是学历。其实不可否认的是，学历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能力，但是无绝对。学历高能力强只不过是大概率问题，高学历低才能的人也不占少数。所以学生还是要把握好发展的重心，别弄错了方向。白鹿就是低学历逆袭里最好的例子，学历并没有限制住他的发展，就算在校期间也从未松懈，坚定的信念和辛苦的付出才是他成功的关键。所以笔者觉得人们还是应该合理看待学历问题，追逐高学历情有可原，但不能成为病态，还是要以学生的能力为主，别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低学历学生，那样只能暴露你的无知与狭隘。白鹿从大专生一路逆袭成为当红小花，他所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是常人看不到的，学历起点低更映衬他的优秀，所以网友没必要揪着学历不放，多看看他的表现，别让狭隘的学历思维限制住自己，到头来反倒显得自己很无知。你如何看待学历与能力的关系？欢迎留言分享与讨论。